如龙维新的故事整体流程不长，有趣的点在于如龙原班人马的倾情演绎，当年龙祖塑造的幕末时代风情，以及对真实事件的大幅错乱魔改。但也正是由于魔改的部分相当扯淡，甚至被整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实在没办法简单代之，最终决定穿插一些幕末维新史实来讲。为方便区分，史实部分会在字幕里前缀个星号，先叠个甲，不是要历史考据，整体都会比较浅显，也仅限个人理解，只在描述两边故事的发展及差异，在有所了解的情况下再看剧情，快乐加倍。先交代一下主角背景，坂本龙马历史中确有其人，简单概之，是救国的龙马，是位非常有名又有实际的政治活动家。其成长经历和同生一马差异还挺大的。龙马出身良好，家境殷实，又是父母双全，有哥哥有姐姐，虽早年退学，但得到了各方各面的教育，不仅拥有相当的剑术天分，还接受过先进的炮术训练。也就是很早的时候，龙马就已经见识到传统刀剑与火器的差异，或者说已经意识到时代的变革了。而后，龙马于江户求学，亲历了黑船来航及西方列强黑色的大军舰直接开到东京湾了。后幕府签下不平等条约，整个国家陷入混乱，掀起攘夷热潮。彼时龙马也满脑子都是砍洋人的脑袋，在无心学业，返回土佐家乡。后家庭变故，少年时期，龙马的母亲便因病去世，此时年父亲也病逝了。在兄姐，尤其是彪悍的姐姐的规训下，龙马越发坚强独立。然青年热血，报国心切，龙马再度前往江户继续修业。前后2次历时数年，炮术、兵法、剑术多个领域皆有所成。于22岁时返回土佐。如龙维新的故事开篇差不多就是这个阶段的情景，将一切起源定位于坂本龙马求学复归后的经历。说到这儿，是不是感觉这位龙马跟童生光着脚穿着草鞋，胡子拉碴，一副浪人样，差别还挺大的？在如龙维新里并没有提及过龙马所受的教育，童生更像是个天生武神的泥腿子，跟如龙本体的设定倒是比较接近。回到家乡没多久，龙马便被迫体验了当时的价值观，那就是土佐这个地方阶级差异是非常大的，士农工商3、6、9等。虽然当时整个时代整个国家都是差不多这样，但土佐甚至带刀的武士更是集权力暴力于一体，耀武扬威的横行街市。切舍欲免，武士遭遇侮辱及伤害做出的正当防卫，可以免除相关的责任与刑罚。虽说毫无疑问是一种特权，但本也是为规范武士的名誉与尊严，如今却屡屡沦为施暴的万用借口。即便是同样有资格配刀的龙马，也得跟周围的挺民一样，跪拜在道路两侧，将头埋下，等待武士大人通过。因为龙马不过只是一介下士。一名女童因腹痛倒下了，急切的母亲不顾一切抱起孩子，试图从武士大人身边穿过，被拦下了。周围的人既惊惧紧张，又见惯不怪，那母亲那孩子都要完蛋了吧。龙马不得不站了出来，上级武士大怒，将刀拔出来还以颜色。尽管事已至此，龙马也只能以双拳还击，若敢以刀相向，事后这些混蛋为了报复，甚至可能会烧掉整条街。这个地方，这个时代没救了。在龙马阻拦宵小之际，那位母亲得以趁机带着孩子脱身。可是龙马这边就没那么好收场了，即刻被下了大狱。狱卒了解了缘由，却对龙马没有丝毫同情，毕竟这个地方就是如此，下是雨天连伞都不能打，因为遮住上士的视线乃大不敬，更遑论动拳头。以下犯上，说龙马犯的是死罪也不为过，即便现在直接就地处刑，也不会有人认为砍得冤。但龙马还是得救了，因为前来搭救之人正是这个土佐藩3、6、9等的顶点参政吉田东洋。吉田东洋对龙马亦师亦父，当然不会放任龙马白白送死，这也是一种特权。
不过东阳老爹对龙马也是有所寄望的，老爹有意趁眼下这个时机，趁土佐真正的掌权者藩主山内荣堂因政治原因暂避政事，自己还手握实权期间，对土佐掀起一场阶级改革。而这个计划，除了学成归来的龙马，还需要老爹的另一个学生武士半平太。15年前，少年时同生的龙马便受阶级之苦，父母遭上士杀害，随后家也被付之一炬，也就是开篇什么上士烧掉整条街，并不夸张，完全是龙马真实的经验谈。而那时自火难中救下龙马的正是武士，由此还给武士背上留下了大片触目惊心的烧伤疤痕。每念及，龙马都会越发敬爱这个既是同乡同窗，又是救命恩人的义兄弟。后同样身为上士的东阳老爹避开闲人耳目，收留了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并加以培养。与一心求问见到的龙马不同，武士得到东阳老爹亲传政治、兵法，德行兼具，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而后一手创建了以青年下级武士为主的土佐勤王党，被尊为盟主。看名字便知，这组织的目的是尊王攘夷。说来也是历史远远了，这个国家本为顶点的天皇权力被分化，一边是位于京都天皇所居的朝廷及公家，一边是位于江户实权及武力掌握者的德川幕府及武家。10年幕府无力抗衡迫近的外国列强，各地执政皆有自己的想法，大抵分为两派，一方便是所谓的尊王攘夷。那时的武士深受海那边的儒家文化影响，有心报国的人皆可称为志士。尊王派尊秦君王，攘斥外夷；季氏以天皇为尊，赶跑外国列强。而后更进一步，有甚者寻求的就是倒幕了，推翻软弱无力的幕府的统治，集权重归于天皇。另一方则是公武合体，简单的说就是天皇至高无上，当然要尊王，但是辅佐幕府就是报效天皇，一心致力于使用各种方法让天皇表现得更加支持幕府，以进一步强化幕府的权威，维持统治，也就是要左幕。两者的核心矛盾就是反不反幕府。至于攘夷，也要按状况细分，除了攘斥外夷，还有一种声音是开国论，不过那时主要指的是有限开国及技术开国，在见识到与列强的科技力量的差距后，认为应当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以强化国本。本质还是攘夷，只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那时主要活跃的几个藩地大致是这么个情况：实力强劲，有心介入朝廷中枢，开始支持公武合体、民风彪悍、钱多多的务实派萨摩藩；激进极端，人均敢死队，和幕府有世仇，倾尽全力尊攘倒幕的常州藩；龙马的家乡，阶级矛盾严重、内斗消耗巨大的土佐藩；亲幕死中，藩主直接担任京都守护职的会津藩；尊王思想、水户学发源地，藩主却是幕府御三家的水户藩；萨长土肥四强，还有个主线没怎么提的肥前藩，是倒幕派的军工厂；以及好像有提过一嘴的越前藩，是偏于公武合体的中间派，也是后来龙马的盟友。其他主线里未提及的就姑且按下。比较吊诡的魔改是，在当时的土佐藩以及田东阳为代表的上层武士、上层阶级利益所主张的，正是公武合体，实际与武士瑞山及武士半平太所创建的秦王党政见是冲突的，因而双方和亲友两字完全无缘，不仅纷争不断，后续更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即田东阳被暗杀。这个事件成了坂本龙马人生的转折点。只是同生的龙马是在东阳老爹的期望下，被义兄弟武士引入秦王党，空降成为了首席。不过在三人密会谋划前景时，老爹似乎很不满意其首席这个职位，但还未等话说完，便遭遇突然闯入的蒙面人刺杀，才归乡毫无根基的龙马被当成凶手，不得不主动脱藩，独自踏上追凶之旅。而实际的龙马则是在回到土佐的3年后，于25岁时满怀攘夷热情，歃血为盟，在初期便加入了秦王党。与武士的关系，非要说的话，算是远亲，既不是同养父，也不到义兄弟的程度。那份同志热情也没有持续多久。以下级武士为主的秦王党，与其说是秦王报国，
更多的劲儿都使在争权夺利、下课上的窝里斗了，并且行事手段日渐激进，这与龙马此时忧国的攘夷理想相去甚远。于是在大约半年后，龙马便主动脱藩了。脱藩这一举动不仅仅是指离开家乡，而是更为严重的斩断了与原属藩地的主从关系，近乎于背信弃义的流放。大多是无法在原籍地再生活下去，决意此生都将背井离乡的浪人，甚至罪犯才会做出的抉择。而其若在藩内还有家眷，也会遭到连累，受到处罚。因此龙马也是悄悄地走。可是失联仅数日，政敌吉田东洋便遭到暗杀，这个嫌疑也自然就落在了秦王党的龙马头上，甚至连脱藩这一行为也都被解释成是为策划谋杀提前做的准备。就这一点来说，土佐之龙和唐岛之龙背锅侠的属性倒是一致了。而后龙马出走，原本那个去了江户，同生的龙马则一路追凶到了京都。从这里开始，两个龙马展开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龙马的剑术师承北辰一刀流亦有所成，但那日的蒙面人还是全身而退了，可见是个不得了的高手。龙马一路踢馆，最终在情报贩子的帮助下，根据那人奇特的架势，锁定了怀疑目标，一支名不见经传的杂学流派天念。天然理心流时至今日还保有传承，那确实天念理心流门人的聚集地是凶名在外的新选组。新选组成立于龙马出走次年，前身为在人生村就地凑起来的浪士组。比较有意思的是，这支以浪人为主的队伍最初招募人手的名目是护卫幕府将军进京，可随后发起人拿着幕府的经费，突然宣扬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一下就炸锅了，最后分裂，一批人跟着发起人杀回江户反目去了，留下说好了在京都保护将军的一批人，便是后来由会津藩主赐名的新选组。换言之，新选组是完完全全的亲幕派。顺带一提，那个满肚子小九九的发起人到江户没多久就被幕府派出的刺客暗杀了，而那些刺客正是日后与新选组齐名幕府的另一把利刃剑回组。至于剩下的那批随波逐流的无主浪人，便被顺势收编，真的成了幕府的江户守卫，得名新征组。说回新选组，早期的浪士组还没有这样正经的名分，说好听了是民间自发的武装组织，说难听了就是连民兵都谈不上，是趁幕府衰弱强买强卖的暴力团伙，跟雅库扎还蛮配的。尽管毛遂自荐被会津藩收编，但组成人员混杂，各种下九流难上台面的行径频发，甚至还有过以维护治安为由头强行向商家收取保护费的事迹。这是什么成分就比较容易分辨了。不过那时的浪士组内部便也由此分成了两股势力，一方是以秦泽鸭为首的水户藩出身的水户浪士，得益于暴力敛财享乐；一方则是以近藤勇为首的侍卫馆派，侍卫馆取名于近藤在江户的道场，即天然理心流为主的一派。近藤一派有理想有目标，希望可以摆脱浪人之身，转正成为官方认可的护卫组织，也因而坚定地维护秩序。两方不可调和，更不可相容。最终近藤决意肃清秦泽一派，于是在会津藩主的许可下，经过周密的部署，血腥的雨夜暗杀后，秦泽水户派被连根拔除。近藤勇正式成为新选组局长，土方岁三为副局长，并确立有名的局中法度：违令者死，擅退者死，收受金钱者死，私斗者死。由此，新选组正式转变为纪律严明的军事化组织。而同生的龙马要寻找的凶手，就在新选组侍卫馆派的7人当中。可是这最初的7人，如今皆是位高权重的新选组队长，别说报仇了，想要见到人都分外艰难。恰逢新选组公开招募人手，龙马决意趁此机会打入敌人内部。在京都的1年间，被通缉的龙马化名为斋藤一，暗地里追查杀害老爹的凶手蒙面人，名利本色出演游手好闲的赌鬼混混，寄宿于旅店四田屋，长久下来，与老板娘登氏和侍女阿龙都颇有情谊。阿龙的父亲早前遭难于安政大狱，
继10年掌权者与黑船签下条约的幕府大佬锦衣直弼对反对派的大规模镇压。先前提到的土佐藩主山内荣堂也是因此被迫隐居江户，将土佐的政权交托于吉田东洋。安政大狱连坐人数众多，影响之深之广，可说是由此开始的幕末之乱。因而阿龙对幕府乃至恶名昭彰的人生郎新选组皆有怨怒。得知斋藤一要加入刽子手组织，简直伤心欲绝。但以这位斋藤的境况，也实在想不到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接近那些队长了。至于阿龙所担忧的人生郎，对身手颇为自信的斋藤倒也没有多放在心上。彼时的江户夜半惊心，人人自危，浪人劫匪也有，政敌搏杀也有，日日天未明之时，哪里便会多出一具被乌鸦啄食的面目全非的尸首。新选组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滋生出来的组织。此时，在斋藤寄宿的四田屋附近就发生了一起命案，受害者竟是数日前曾巧遇过的土佐勤王党时期相识的同乡志士。一个戴斗笠的男人悄然出现在斋藤身后，毫不避讳地坦言自己便是行凶之人，意在风口，并约见龙马于江户的海街相会。尽管阿龙一再提醒那是个危险的无法地带，但龙马也只能赴约，毕竟对方是知晓自己真身的人物，还是个毫不留情的杀手。一经交手，龙马才恍然察觉此人是兄弟武士半平太的门生冈田以藏。以藏曾在龙马空降秦王党时来找过麻烦，但那时还没有这一身的血腥戾气。真正想要见龙马的人正是武士半平太。身为土佐勤王党盟主，武士自然也很受新选组一众亲木派注意，只能用如此迂回的方式约见龙马。目的只有一个，武士希望龙马可以放弃追查所谓真凶，回到秦王党，兄弟二人联手完成老爹未尽的大业，加入土佐政体，阶级改革，打倒幕府。忘了复仇吧，一起开创新时代，这才是老爹真正的期望啊！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要向土佐那些欺压下士的高层低头。那些人可是杀害老爹最大的嫌疑人。同生的龙马脑回路相当简单，比起宏观复杂的什么大业不大业，甚至老爹当初究竟希望自己做什么，都是后话。眼下只有知道老爹究竟因何而死，为何而死。真相，只有知道真相，龙马才能迈出下一步。兄弟二人就此不欢而散。龙马不，斋藤一已经打定主意要加入新选组了。新选组的入队仪式相当严酷，要与勇武无双的二番队队长永仓新八真刀真枪的干一架，挨上一刀打断骨头都是运气，更有甚者被当场开膛破肚，一地血滋呼啦。但这却正应了斋藤的目的，只要能交上手，就一定能分辨出杀害老爹的凶手。所有天念里新流门人挨个打一遍，总能找到的。然而首战理所当然的体型差也在这里，剑法虽接近，剑锋还是有所差异。那日的蒙面人并非永仓，恰时飞过来一把刀，直插入地面，竟是新选组最厉害的人物，那位传说中的天才剑士美少年。聞いてた噂と随分違うんだな。该说是名不虚传嘛。那位冲田总司穿着乍一看脏兮兮，实则满是血污的羽织，嘴里有的没的一通调侃，说是要展示天念里心流，却是突然把刀冲着斋藤的门面丢了出去，拔出肋插小刀突袭。但没等斋藤进一步试探，这过头的切磋便被副局长土方岁三叫停了。新選組副長の土方歳三と申します。能与两位队长级打得有来有回，斋藤的身手引起了副局长的注意，宛若需要上交投名状一般。土方副长私下将斋藤约出，要求斋藤与违规脱队的山南静助交手，并允诺山南若取胜便放其一马。而斋藤这边得知山南是卫管派的第8人，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依然想见，
这个人也并非蒙面人。待分出胜负后，斋藤收起刀，以为就此事了，未曾想土方竟亲自出手，将昔日同袍的山南一刀捅死，局中法度，脱队者死。这异常血腥残暴的一幕，对使用假名居心叵测的斋藤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威慑？但是已至此，来都来了，斋藤一不做二不休，接受了土方的命令，接替死去的山南，出任新的三番队队长。原来此时正值肃清秦泽派后新选组内部的第二次危机前兆，以后来加入的伊东甲子太郎为首，对元老侍卫管派权力倾斜颇为不满。加之近来近藤局长多次不出席例会，谣言四起，甚至有传闻局长已死，那就应该另立新王啊。土方认为不属于任何一方势力的斋藤，在此时出任队长，可以使伊东派心生忌惮，暂时摁住那颗蠢蠢欲动的心。插播吐槽啊，这里开始就已经差不多乱成一锅粥了。斋藤一虽不是天然理心流，但早期就有出入侍卫馆的记录，非要说的话还是近藤派，并且堪称死忠。姑且来看下年表吧，可见斋藤一入队后，近藤才肃清的秦泽派，而后过了2年才是山南进驻自裁，并且三番队队长一开始就是斋藤，山南是职位仅次于局长的总长。其脱逃事件最终是由关系极亲近的同门一番队的冲田总司去追捕并借错的，并且此事末了，终究是有多年同袍之意，铁血的鬼副长土方岁三也难掩悲痛。这些都安插到斋藤县这边了，还让土方亲自动了手，大约也是为了丰满剧情，突出一下新选组的肃杀之气。考虑到斋藤算是副线，配合龙马的主轴这么编，改编不是乱编，细说不是胡说，张老的警示之言犹在耳畔。孰料这边还没开始上班，斋藤就遭遇钱包和身份双重危机了。先是路遇一少女，父母突遭横难，却留下了一笔不菲的债务，10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只能想出拿房子抵债这么一条。但也不能这样眼睁睁看着少女流落街头，那前途可见万般艰险了。无可奈何之际，斋藤挺身而出，决意以别邸之名将那所宅子盘下，再请少女留下打理宅院，自己象征性偶尔去过一下田园生活，全是给少女留有一个容身之所。债主也并非苛刻之人，愿意让斋藤分期将债务还清即可。此事暂且处置妥当。四田屋那边又生事端，有一土佐腔的不明人士留下话，约见清水寺。有家乡口音，那必然约的是龙马，而非无亲无故的斋藤。幸而虚惊一场，是友军。此人名为中冈慎太郎，曾是东阳老爹的侍从。由于蒙受老爹恩情，尽管受暗杀一事牵连，被贬职沦为一介浪人了，但仍不改忠心，只身追查凶手。不过会到京都，也并非是为追捕龙马。暗杀执政官那样的大人物，要么是私仇，要么就怎么着都得有点好处才行。龙马可半点都看不出来是暗杀事件的受益者，反而不得不背井离乡，隐姓埋名。与之相对，身为老爹的心腹中冈也知晓那日在场的不止龙马，还有武士。没错，中冈是追着武士来的。非要说的话，武士半平太便是那起事件最大的受益者了。因执政官突然离世，得其真传，又深受年轻一代推崇，还身为秦王党盟主的武士，自然而然成了新的权力者。后来更是升格成为上士，在上层都有了相当的话语权。就算这么说，兄弟那时可也是被砍了一刀，差点跟着老爹一起走了。中冈当日是晚了一步，并没有亲眼看见使着天念里心流的蒙面人。龙马将自己目前掌握的情报和盘托出，并执意要用自己的方式找出凶手。而中冈这边虽然还对武士有所怀疑，但也当然不会反对。何况如今武士这边的线索其实也走不通了，因为执政的吉田东洋之死，受安政大狱牵连的藩主获得准许，重新回到土佐了，并以此为由将之前待在京都的武士召了回去。已经脱藩的中冈就也没什么好办法继续追查了，不过还是可以留下支援龙马，二人就此结为同盟。然而令龙马大为惊讶的是，随后竟突然出现一批人，直言妨碍土佐秦王党的人都得消失。看来仅是调查武士，中冈就算触怒天条了，其行事作风可见一斑。
那时的土佐秦王党相当暴虐，以天诛之名剪除异己，对象不限于政敌政要乃至反对人士，其中最为有名的杀手便是人斩乙藏。冈田乙藏此人，说是武士半平太的信徒都不为过。这又不得不提到土佐严苛的阶级制度了。乙藏出身卑微，父亲仅是一介族卿，乃最下级的武士。土佐勤王と岡田伊蔵，半农半武跟农民无甚区别，握剑都是在糟蹋剑，更遑论参与政事了。而武士看中了这样的乙藏，乙藏颇具剑术天分，武士将其收入门下，还带着一起去各地游学修习。成立秦王党后，管吃管住，还交托任务，赋予乙藏充分的被需要价值。这又让乙藏如何不感动，如何不将武士奉若神明？而同生的龙马当初突然带着超高的武力值横空出世，直接以兄弟之名空降成为秦王党首席，自然就被乙藏极恨上了。只是不愿老师伤心，乙藏不能直接痛下杀手。但如今机会不就来了吗？秦王党人均幕府通缉犯，名声在外的人斩乙藏更是身负重赏。新选组一票人马闻风而动，龙马、斋藤也被点名要参与围剿，只能去了。見つけたぜ。観念したのか。嘘やろ。谷がこまされ。ちくしょう。然而一般人哪是又有天赋又不缺实战的乙藏的对手？电光石火，本应还能多活几年的七番队古三十郎和命运到大正时代才寿终的九番队铃木三树三郎，乙藏弹指间就将两个急功近利的新选组队长给秒杀了。这惨的路人没人权啊！接下来还站着的就是三番队的斋藤一和六番队的井上元三郎了。一国连端4个队长还能合情合理的向那个龙马报私仇，乙藏想得挺美，但终究还是打不过人中之龙，不情不愿的被官家带走了。可是等待乙藏的并非是京都的大牢，而是即刻羁押回土佐。人斩乙藏罪行累累，会被勒令活捉，正是为揪出其幕后指使者。可以想见，土佐藩主山内荣堂要开始收拾秦王党了。死ぬなよ、兄弟。这就不是龙马，不是斋藤能帮上忙的了。斋藤自己这边的危机未必比兄弟武士那边轻松，在满是杀神的新选组内，又是泥腿子空降，斋藤自然也招致了无数怀疑。参谋伊东一派不满之声颇大，但差不多明眼人都能看出，土方副长是力保斋藤这个位子的。说来有传闻，伊东甲子太郎此人不仅文采卓绝，还是个相当俊美之人。这边跟美少年的冲田总司真就是不相上下。另外，伊东与此前被乙藏秒杀的九番队队长是亲兄弟，这兄弟俩的长相。斋藤出入新选组的第一次大任务便是池田屋事件。在818后，即8月18日文久政变，大致是这么个情况。执着反目的长州藩联合公家一些尊王势力，准备逼迫天皇发布攘夷诏书，以行大义。也就是若这个诏书真发布了，幕府不服从或执行不了，长州藩便有合理理由进军关东了。但计划泄密，天皇也不怎么想这么做，尊王派被打为忤逆，遭到萨摩藩联合会津藩等公武合体派挫败，处罚的处罚，放逐的放逐，朝廷尊王势力被一扫而空，史称七卿落难，可说是影响，不是逆转了时局的重要事件。自此，朝堂被公武合体派掌控，尊王派示威，或者说近乎绝境，
也愈发激进。于是后来经过大约1年的蛰伏与密谋，期间又经水户藩千人起义及天狗党之乱打出的旗号正是幕府必须立即攘夷，仿佛全国攘夷浪潮一下达到了最高峰，时不我待。本就在818后无路可退，残存的那批尊攘志士憋出来了个绝妙的主意，一把火把京都烧了，趁乱劫走天皇带到常州，挟天子以令诸侯，倒幕近在眼前了。历史上江户、京都都历经数次大火，每次都惨绝人寰，还能想出这种方法，真不是一般人，很符合常州藩就是个莽的脑回路。新选组这边的情报源于抓捕到的一个可疑人士，在严酷可怕的监察山崎征和令人闻风丧胆的铁血副长土方岁三的联合拷问下，韩印凹出来的这些变态表情真是大爆笑。犯人终于不堪折磨，吐出了一串名单，其中竟然还蹦出了中纲的名字，这让斋藤忧心不已，急忙密会中纲。主要目的是支援龙马的中纲当然是否认了自己这个信在土佐并不罕见，但同时也吐露了秦王党却有可能参与其中。兄弟已经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了吗？龙马很难想象。那些反目人士在行动前还有一场大型集会，可疑之处最终被圈定为2家旅店。即便斋藤打从一开始就不准备当新选组的刽子手，也绝不能放任惨案发生。只是无论大火还是剿匪，横竖两边都是好些人命，也算是让本就可疑的自己不要总是那么格格不入，还能为以防万一掩护中纲。斋藤便也积极参与行动，跟随副长土方埋伏在四国屋外。但很快接到通报，池田屋打起来了，新选组20来人遭遇对方40来人，土方队赶忙调转支援。说起来，池田屋事件本有局长近藤勇带队执行，但如龙维新将近藤的前后行动都魔改完了，这会儿局长还神隐着没露面。赶到支援的土方队一介入战斗，事情的发展就没有任何悬念了。斋藤被命令去抓常州藩核心人物桂小五郎，此人不仅位高权重，还相当精明，长期顶着多个化名，行踪难觅，一直是幕府的心头大患。但见拦路的还有常州藩另一位领军人物吉田忍磨，也是分外厉害，竟能打退战神班的2番队队長永仓新八。突破这层后，再往深处便是桂小五郎了。よ、まさかあんたがちょっと危険な長州藩の舵取り役桂小五郎、よろしく。然而对方完全没有要打的意思，双手合十，拜托斋藤放自己一马，并吐露早已从同为志士的武士那里得知了龙马的身份。龙马既非真正的幕府狗腿子，那双方就没有以刀相向的理由。当然也不忘重申，放火这等伤天害理并非自己所愿，是吉田一意孤行，纠集多番激进派策划的。而自己这边实在无可奈何，甚至于只能将这个集会的情报有意流出。那个被拷问的人好惨，一番于情于理的说辞下来，斋藤也不得不斟酌了。因为这人虽然当时顶着别的化名，但却是个熟脸，曾经就因此人介绍了相当靠谱的情报贩子，才得以使复仇之事有了进展。而身为龙马的一面，也确实不愿斩杀本质爱国的攘夷志士，于是当着2番队队长永仓新八和副长土方岁三的面，桂小五郎击退3番队队长斋藤一，趁机翻出窗外逃之夭夭。有一闻，桂小五郎的绰号逃跑的小五郎便是池田屋后才有的。传说小五郎本来也是要参加这个集会的，但提前到了，一看没人又走了，于是反倒躲过一劫。这个逃跑并非贬义，而是在那个人均无脑冲锋的时代，桂小五郎甚至又甚的智慧体现，亦有着绝不白白送死的信念。然而斋藤这边那蹩脚的演技实在是难以服众。池田屋事件，新选组大获全胜，但敌方核心人物全身而退，要追究起来。这是斋藤第一次亲历所谓肃清，人生郎的默契与铁律可见一斑。几名队长就地将门封死，土方进行审判，任何多余的动作都会被视为叛逆。成为4番队队长不久的松原忠司，在紧迫的逼问下开始慌张，也欲将同样在背后探查新选组的斋藤拉下水。
二人曾与同一个情报贩子接触，松原确实极有可能知道点斋藤不愿让人知道的。但斋藤打从入队起就并未掩饰过自己对李新流的执念，此时反倒情有可原。武士追求剑道又不是罪过，可是斋藤来历不明也是事实。副长土方指明要斋藤借错，即在松原无论情愿与否，切腹谢罪时给个痛快，以自证清白。气氛一时僵持不下。出乎意料的是，就在松原该说不该说的都要冲口而出之际，看起来忠厚的六番队队长井上源三郎突然自背后一刀砍下，血花飞溅，松原应声倒地，再没了动静。魔改莫要当真，池田屋一役，新选组名声大振，论功行赏，松原忠司也是功臣。最后大约也是和大多新选组干部一样，于后来爆发的内战中阵亡了。应该没有什么劣迹，就这么被编成常州间谍也实在是。不过也正因为是沉默的大多数，松原还有个异文化的死因，说此人温厚端正，不甚倾心于被自己斩杀的浪士遗孀，心有愧疚，私下资助帮扶。事发后遭到土方当众斥责，羞愤难当，切腹未遂，最终或伤口恶化，或忧郁成疾，于池田屋次年便去世了，可说是为爱殉死了。现下又是一次身份危机，中冈也出言提醒，常州藩作为新选组的死敌，难保不会为了看新选组内斗而把龙马卖了。换言之，追查真凶之事迫在眉睫。斋藤至今可都还没见过天念李新流的宗师，新选组头号人物局长近藤勇。想来那日的蒙面人，即便不是近藤本人，身为掌门，也必然不可能一无所知。本来新丁当官就已经够扎眼了，斋藤还在驻地四处乱转，到处堂而皇之的打探局长，明眼人怕不是都会多留个心眼。不过斋藤武力过人，就算居心不良，当下能为己所用，那就要物尽其用，这便是新选组的作风。没多时，那位神秘的局长突然抛出一个饵，近来有一个来自土佐藩的人物分外可疑。此人在牧臣圣林太郎的引荐下，与萨摩藩西乡吉之助秘密会面。有传闻，此人还与西洋商人往来频繁，并经手将军火走私到了萨摩。现在便将调查此人的命令托付于斋藤，如若有了结果，斋藤便可以直接面见局长报告了。此人名为坂本龙马。这里的展开就比较有意思了。坂本龙马所行之事被拆分成了双线进行，一条是身负通缉，主动脱藩，但跨越世界线转变成斋藤一，参与了幕末大事件池田屋的同生的龙马；一条是与盛海洲同行，成立公司龟山社中经营海事贸易的另一个龙马。盛海洲比龙马要大10来岁，这里超级年轻，还一脸坏人样，也太好笑了。话说彼时脱藩出走的龙马仍然还是个尊攘之士，因而嘛，所有主张开国论的都是卖国贼。抵达江户的龙马决意去拜访后来大名鼎鼎的海军第一人盛海洲，与其辩论，有一说是刺杀。接着便上演了名场面。面对年轻还大有可为的刺客，盛海洲不慌不忙地展开地图，开始讲解世界形势。由此，龙马的眼界一下被打开了。土佐勤王党那边狭隘闭塞走不通的道路，在这边突然得见曙光。本来抱着杀意的龙马，反过来被盛海洲的气量与智慧折服，自此拜入老师门下。后来还为筹建海军奔走，并与同志成立了该国有史以来第一家股份公司龟山社中，进行海事贸易，涉及船只、军火等，一边筹集活动经费，同时钻研航海术，后转型更名为海援队。中冈慎太郎后来则负责主导更为偏向武力的陆援队，是实打实的武斗派。这两支高度自治、有钱有人的志士团体，正是日后龙马得以着手筹谋改革的底气。期间，也是在盛海洲这位老师的斡旋下，土佐藩主免去了龙马的脱藩之罪。只是好景不长，818后，土佐勤王党被清算，连带着龙马作为相关人士又被通缉了。话说回来，斋藤一此人那可是相当厉害的多面手。作为好友的那位龙马，自然也很了解西乡。西郷吉之助でごわす。西乡是个叫人摸不着头绪的家伙，用力敲他，他就大声回应。
小丽敲他，他就小声回应。童声嘛，显然是不太行了。说是调查，也没个计划，竟直接登门当面对质，那肯定是在手腕高明的西乡隆盛那问不出什么所以然了。被晾了一天，不知道是来干嘛的。近藤局长嘛，大约也猜到是这么个情况了，于是便安排监察山崎征传话，要与斋藤面谈。此时，神秘莫测的近藤勇终于露出真容。足利哥，怎么是你啊？总之，近藤也确实并非真的指望斋藤能做什么，纯粹是要看看萨摩的西乡见到真正的龙马会是什么反应。果不其然，早前虽有一面之缘，但西乡并不知道斋藤就是龙马，那肯定也就没有发现另一个龙马的冒名顶替了。没错，局长近藤也早就知道龙马的真身了，如今不知晓的可能也就一东一派了吧，根本就是外人嘛。而在此刻揭晓，是因为近藤希望斋藤能加入自己长久以来的布局江户迁都计划。10年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幕府无力对抗，民间反幕情绪日益高涨，如此下去，迟早会爆发损耗整个国家的内战，届时就更无力抵抗外敌了。作为左木派的近藤认为，有必要消灭朝廷。所谓尊王倒幕，无非就是权力不集中导致的。那么，只要幕府成为朝廷就可以了。就算改编到这个地步了，他来取代朝廷算细说，索性把天皇就是胡说。幕府统治长达数百年，怎么都比朝廷更能继续维持国家系统运转。但是大换血必须自然的推进，为此要烧毁京都，迫使天皇迁都到幕府所在的江户，幕府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直接接管朝廷。这样一来，那些秦王志士也就没有理由再闹腾了。但要执行这个计划却分外艰难，谁烧毁京都，还搞得天皇不得不完全依附幕府，谁就是千古罪人。要不具为大义背负罪孽，又要拥有能顺利实施计划的身手。新选组正是为此选出来的精锐，当然伊东派除外了。这个鬼计划也没比常州藩的大暴走好到哪去。尽管近藤还允诺了相当的报酬，只要龙马以斋藤之资协助新选组，那么身为天念里新流的宗主，近藤会将那日杀害老爹的蒙面人直接交出来任由处置。改革必然伴随着牺牲，兄弟武士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但龙马始终无法理解图谋大业为何非要牺牲他人。京都大火，又得多少惨绝人寰民不聊生，自己的办法笨归笨，挨个打一遍也总能找到凶手的。近藤嗤笑龙马既要又要，实在天真。话锋一转，直言怪不得吉田东洋会认为龙马不适合做秦王党首席。这话出自老爹被刺杀前一刻，龙马脸色骤变，没错，正是那日亲耳听到的。近藤突然自曝自己正是杀害吉田东洋的蒙面人，被激怒的龙马一刀劈下，近藤抬手挡住，破开的大袖下露出蒙面人的护甲。但是近藤已老去了，显然体力不济。龙马一交手便知，蒙面人要比天念里新流的宗主，比近藤更强。而这个更强之人，现阶段最有可能的就是新选组最强剑士冲田总司了。龙马、斋藤在新选组一直都是明着的别有用心，冲田那边又何尝没有自己的小算盘？翌日，冲田便给斋藤下了套，利用大奸商召集秦王志士饮酒作乐，意图一网打尽。一边以任务为由带着斋藤杀进去。大奸商本是想通过协助新选组跟幕府搭上线，怎么着都算是互利互惠的关系，却因为废话太多，擅自谈论新选组的禁忌、秦则压、素行不良的坊间传闻，被性格本就阴晴不定的冲田一刀劈死。随后，冲田便自曝是杀死吉田东洋的凶手，与斋藤、龙马打成一团。然而，尽管冲田很强，但动真格起来，动作杂糅了不少自创的小太刀术，跟那日精进天念里新流的蒙面人还是有很大差异。隐姓埋名的活着，就相当于过去的自己不曾存在。冲田似有所指的感慨，直言斋藤跟自己实在相像。这一遭也只是为让斋藤能以真身痛快地打一场。但斋藤这边根本闹不清楚这疯狗在想什么，怎么知道身边有个坂本龙马后，一个两个都赶着烫的想冒充凶手。不过这一番交手也不算白费，
天念里心留的门人还有3个。然而，眼见追凶进程还算顺利，一切突然就被打乱了。那是中刚托阿龙送来的武士半平太，被土佐藩主勒令切腹。兄弟死了！龙马震惊到难以言语。虽然此前已知晓土佐藩主有计划要对付秦王党，但从未想过兄弟的下场会如此凄惨。这个时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过的818后土佐秦王党遭清算的后续了。土佐参政吉田东洋的去世是一缘由，使本来受安政大狱牵连的藩主山内荣堂得以重回朝堂。尊王派于818失势是契机，隐忍多时的藩主立即着手展开大清算，失去靠山的土佐秦王党急速垮台，可说是攀爬到了下士顶点的武士于权力巅峰跌落，被捕下狱。而提到武士的末路，便是很有名的话本故事人斩乙藏的悲情传。冈田乙藏有剑术天分，但出身低微，终得武士赏识，士为知己者死，乙藏便自甘成为秦王党的暗杀工具，以天诛之名行杀伐之事，受害者人数众多，甚至让乙藏被冠以人斩的绰号。而在被捕后，身份低下的乙藏遭受到非人的酷刑，最终还是多少招供出了一些。武士对此愤怒至极，认为卑贱的乙藏果然没有自持的精神，于是送去毒药试图封口。乙藏发觉后心灰意冷，终于醒悟自己从未受其信任，便全交代了。不过事实上直到最后，武士也没有承认下令暗杀吉田东洋，只能确定却是秦王党人所为。而武士素有高洁名声在外，于下士间名望极高，若公开处刑恐激化阶级情绪，但不死又压不下去，种种考量，土佐藩主便以结党营私、大不敬为罪名，命武士自行切腹，看似体面地了结了此事。武士则固守着精神上的那份高洁，回以惨烈的3文字切腹，以示气魄。至于冈田乙藏，下场就没那么好看了。人斩乙藏恶行累累，于同年被枭首示众，土佐秦王党就此覆灭。听闻兄弟噩耗的龙马已经无心再扮演斋藤一了，只是猛灌酒水，回忆过往，满心悔恨。倘若当时没有拒绝，或许2人同心协力，兄弟不会至此。今日竟是老爹和兄弟皆不在，自己何以苟活？四田屋的侍女阿龙忧心地望着心爱之人，在阿龙面前，斋藤一就是斋藤一。好家伙，这设定老婆可真不好当。龙马无法跟任何人倾诉，唯一知晓心中苦的战友中刚为调查详细，仅来得及安抚了2句，便冒险回土佐去了。刘龙马只能独自买醉，却被一神秘女子引诱到了一处僻静的酒馆。原来那是常州藩桂小五郎在京都的秘密据点之一。同为志士，桂不仅与武士相识，并且在对方身陷囹圄前接到嘱托，照顾流落在外的坂本龙马。于情于理，桂都非常希望龙马这等人才可以接下武士的遗志，加入尊攘倒幕的大业。又是大业，龙马现在哪有那个心情？话不投机，龙马起身就走。刚出门，竟遭遇了彪悍的西乡吉之助。一群不得志的浪人将气撒在了路边的狗狗身上，被狗狗好友西乡一顿暴揍。这时候的常州藩和萨摩藩可谓死敌，818便是萨摩藩联合公家，差点把常州藩打得再起不能。避无可避，桂与西乡打作一团。但抛开外力，只是王对王，此时谁都打不过武力值爆表的人中之龙。同生的龙马抓起2个冤家，指明输家要听赢家的话，一家一家喝过去。醉鬼最难缠，那2人又确实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主，不得不配合着一通胡闹。最终为了那些芝麻小事，要互相残杀到什么时候？流那么多血，究竟得到了什么？至此便是有名的历史节点萨长同盟，跟闹着玩似的。个人觉得让黄龙来演西乡隆盛，秋山演逃跑的小五郎，扮相还是蛮不错的，但这脚本编的真是一言难尽。大致说起来，常州藩与幕府有不可调和的世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人均敢死队又凶又莽，打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莽到敢炮轰皇宫。萨摩藩民风彪悍，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初期支持公武合体，只为能介入权力中枢。
奈何此时的幕府气数将尽，实在扶不起来，一番合计，决定自己做大。而双方又有818等血仇，本是不可能联手的。然越是不可能之事，越是可贵。最终在坂本龙马等人的斡旋下，萨长结成军事同盟。这就不得不提这个等人了。中冈慎太郎最初是武士秦王党的成员，并非吉田东洋的侍从。在818后脱藩，跟长州藩一起行动。后便是由中冈游说长州藩，由龙马搞定关系良好的萨摩藩，才得以促成萨长同盟。甚至有说法，很多被认为坂本龙马的事迹，实际是中冈主导的。此人不仅个人武力优越，还具备领导才能，且冷静务实，能文能武。作为政治活动家也相当活跃，并非这么花边。总而言之，萨长结盟是好事，至少凝聚统一有了希望。而这份不得了的壮举，也成就了坂本龙马，脱藩之罪再度被赦免。土佐之龙一时风头无两，深得新任参政后藤象二郎重视。不过这和同生的龙马和当下的斋藤就没什么关系了。兄弟死了，酒喝过了，问题还在，日子也得继续。京都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太平，沸沸扬扬的传闻没有入意志消沉的斋藤耳中。直到进入驻地，斋藤才得知，曾经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帮助过自己的6番队队长，本该几年后才战死的井上源三郎被杀害了，胸口中了2枪，还被刀劈砍，最后抛尸河中，死状凄惨。一番队队长冲田总司突然没了平时那股颠劲儿，异常安静，却是如蓝色火焰般燃烧着怒意，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犯人，带着一番队大闹街市。见带刀的就围上去，轻则说是打听线索，1、2、3、4总得吐出点什么；重则管有没有嫌疑，先打翻在地，私刑拷问。土方副长一边安抚其他人，一边将镇压狂犬的任务丢给斋藤了。然而没过多久，冲田队突然自己就安静下来了，并聚集到一处。小兵们引斋藤去见冲田，待到了地方，未曾想冲田竟然直接从背后袭来。原来在冲田乱七八糟的一番追查下，竟然真的拿到了一个名字，坂本龙马。是土佐的秦王志士，坂本龙马装扮成虚无僧的样子，潜入京都，杀死了6番队的井上源三郎。而坂本龙马之所以这么做，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井上源三郎便是杀害吉田东洋的蒙面人。至于坂本龙马是谁，别说冲田了，差不多人尽皆知了。这隐姓埋名的本事比真正的斋藤一差远了。不过这样一来，事情就明了了，源的死必然跟所谓的那个另一个龙马有关。但不等龙马解释，冲田已摆好架势，扬言徒弟给师父报仇天经地义，要让龙马见识下真正的天念里心流。这倒是有些蹊跷了，就龙马所知，天念里心流的师父应该是局长近藤勇。好容易镇压下狂犬，冷静下来的冲田也终于不得不好好琢磨一下另一个龙马的存在了。至于天念里心流，还是由身为宗主的近藤勇亲自说明吧。新选组的前身人生浪士组的核心成员是由秦泽鸭为首的水户浪士3人及以近藤勇为首的侍卫馆7人组成。只是那时的鸭尽管脱藩成了浪人，还是在接受水户藩的命令干些见不得光的事，暗杀吉田东洋。只要完成这件任务，便不再追究鸭一派的脱藩之罪。这或许正是尊王派的计划，排除土佐藩的掌权者，给扶摇直上的秦王党武士让出路来，却是以坂本龙马之名，龙马恐成最大背锅侠。而身手了得的鸭也正如开场那样，顺利完成任务并全身而退，只是却遭遇了自家人的埋伏。以冲田总司为代表的侍卫馆几人无法接受背地里干脏活苟且暗杀支流的水户天狗流，认定其存在就是个地雷，迟早会影响到组织的声誉，进而妨害近藤勇的大业。于是便给鸭的2个徒弟下药，使其熟睡，然后埋伏于房间外，包围归来的鸭，欲将水户一派逐个击破。然而这里的鸭以杀人为生，能跟同生的龙马打得有来有回，又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干掉？打斗一再拖延，熟睡的2人被惊醒，加入战局。没多时，反倒是冲田等人全数倒闭，血染雨夜。面对随后赶来的近藤与土方，被冲田称为局长，也却是第1代局长的秦泽鸭，立刻跪倒在地，愿一力承担所有。
切腹谢罪，只求同为局长的近藤能放过2个弟子，不受牵连。但是以死谢罪没有任何意义。冲田总司作为浪士组的门面人物，在这初创时期就被传出遭人砍死的下场，那组织必然会名声扫地，甚至就地瓦解。2位几乎是顷刻间便下了决定，从此不再有水户一派。以天然之理行利物之心，天然理心本就是一种融多家之长的综合武术。正如今时利用斋藤的身手那般，即便心爱的门生冲田被害，近藤还是能狠下心来，既往不咎利用能利用的一切。何况有天才之名的冲田被打败，已经很能说明差距了。自此，近藤要求所有侍卫馆门人学习水户天狗流的招式。换言之，那独特的起手架势正是水户天狗流，并对外宣称秦泽压一派由于品行不良被肃清，局中法度便是以此为戒。往后最为年长的那位是温厚的袁先生，刚猛的永仓辛巴以战神之姿名留青史，狂犬也开始顶着那张脸到处嚷嚷自称美少年。有一说一，尾田那张脸说是美少年也挺牵强的，什么下眼睫毛自恋属性。由此可见，当日冲田以想要与龙马真刀真枪干一架为缘由，自认是蒙面人，也是为了保护师傅吧。说起来，此前的池田屋一战也是冲田总司肺结核发病吐血倒下的节点，主线完全没编进去也属正常，不是本人可以当作万用借口，但大约也是圆起来麻烦，索性不提吧。而后天才剑士冲田总司越发病重，不得不退出一线，后于病榻上孤独死去。也是唏嘘，尽管英年早逝，冲田却比后来的近藤多活了2个月。只是无人不可怜的是，冲田直至去世都不知晓近藤已死。以上便是天念里心流背后的秘辛。这里的叙事压的姿态之低，整得像是近藤收留了水户浪人似的，说是2人同时当局长，且不管这制度行不行，看起来却像是一方施舍的。秦泽压的剑术亦有明确记载是神道无面流。顺带一提，毕竟也是19世纪比较近代了，门人帐保留的相对完整，再则还有永仓辛巴留下的回忆录，这些人物的武力值和所属的流派都比较明确，再加上各种译文，挺有意思的。比如永仓和桂小五郎也是神道无念流，主打力量型。龙马修习的是北辰一刀流，武士是静心明志流，这3个并称江户3大流派。而近藤勇是流传至今的天理心流第4代传人，当然不是突然拿了别的流派直接改名的。至于水户天狗流，或许是跟支线里那个天狗一样，想拉扯点水户天狗党的事迹。这一段的魔改就让人心情很复杂了，虽满足了爆点塑造，但实在是过于浅薄了，不得不有端质疑是在故意整地狱笑话。此前也提过，水户藩虽然身为德川御三家，是幕府真正的宗族血亲，但却是尊王攘夷思想的发源地，而天狗党即是水户的尊攘激进派组成的。早年极其排外的孝明天皇绕过幕府，给水户下达了攘夷密令，此举公然是在跟与洋人签约的幕府唱反调，更是挑战幕府的外交垄断权，于是爆发了安政大狱。感到统治地位被动摇的幕府采取高压手段，对尊王派展开大规模清剿，永久软禁了水户藩主，包括诸多水户藩士在内，大批志士遭到迫害，或处决或流放。极端的做法最终引来了极端的后果，樱田门外之变。幕府大佬锦衣直弼迎来了极度血腥的报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水户藩浪士于雪地中砍掉了脑袋。幕府威信彻底崩塌，时局从此进入了以暴制暴的暗杀时代。而后便是尊攘志士漫长的摸黑前行之路，杀了卖国贼，被幕府惩处，去打洋人，遭军舰炮轰，和政敌争得你死我活，也不过就是同胞内斗，跟天皇请愿，便是天狗党之乱。池田屋事件2个月前，满腹冤屈的水户激进派千人举兵起义，一路北上，只为向天皇告御状。以天狗党的视角，这并非是单纯的武力示威，而是申冤。天皇既已表了态，那攘夷便有了权威合法性，幕府不从，还迫害志士，那起义就算替天行道。以为天皇会感动于一片赤胆忠心，同样水户出身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
亦会有所体恤。然而10年的孝明天皇虽然攘夷，却并不反目，反而相当依赖幕府，甚至下令清剿乱党。只凭一派激情驱动的天狗党，遭遇幕府数万大军围剿。讽刺的是，这一票人为筹措军费，确实劫掠过沿途百姓，确实恶徒，坐实了乱党的罪行。再后来，稀稀拉拉数百人无以为继，选择投降。而也正是由于水户出身，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为证实自己的清白，下令严惩。天狗党353名降人就地被斩首，闻者无不震惊。随后，藩内保守派在幕府的支持下开始夺权，疯狂清洗天狗党，乃至祸及家眷。自此两派左右互杀，水户一脉近乎断绝。而这却也加剧了幕府的衰亡。所有人都看到了天狗党的下场，理想主义幻灭，绝望如瘟疫蔓延，指望天皇也是死路一条。志士们被迫察觉，已经到了怎么做都行不通的地步了。难办，那就别办了。同生的龙马这边，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另一个龙马到底是谁？冒充脱藩罪人能有什么好处？所谓灯下黑，传言坂本龙马就躲在斋藤寄宿的四田屋，近藤局长亲自委派斋藤和冲田一起去会会那另一个龙马，但抢攻心切的伊东一伙已经先一步到了。冲田嘴上模棱两可的一波乱吹，说近藤局长准备隐退了，伊东再不回去，下任局长就成土方了，成功忽悠走了伊东。接下来就是如何行动了。斋藤率先走在前面，一方面也是为了亲眼见证那所谓的龙马，再则也是不愿意伤及老板娘和阿龙，于是绕到后门，见阿龙正在入狱，便出声提醒，要阿龙带店里人先行避难。但未曾想，阿龙竟然不顾赤身裸体，冲到大堂高声呼喝警告龙马。一时间四田屋内大乱，本是突袭变成了强攻。待斋藤好不容易逼近，虚无僧的打扮看不出样貌，却见那人的背影，心中最坏的想象应验了。那片承载着兄弟情谊的疤痕，简直如火般烧灼着龙马的双目。此时，京都剑回组的佐佐木指三郎硬闯进来，宣布奉幕府高层圣林太郎之命，全权接手坂本龙马一事。剑回组简单的说，就是贵族版的新选组，其成员大多是出身良好的旗本子弟，因而和草根浪人的新选组不对付也正常了。这一仗算是一败涂地，斋藤和冲田遭伊东派一顿嘲讽，也没什么底气，只能灰头土脸的憋着。可是话又说回来，为什么阿龙要帮助龙马？事实真相倒也不复杂。阿龙的父亲当年惨死于幕府手下，在心境上自然会倒向尊王派。而后母亲病重，那位龙马还出钱资助，阿龙的报偿行为简直合情合理。可是阿龙之所以会在四田屋工作，却也是由于那位龙马的引荐，并指明要阿龙负责照顾客人斋藤一，监视其一举一动。只是出乎意料的是，与这位斋藤朝夕相处，阿龙逐渐被吸引。但凡明眼人都看得出，阿龙倾心于那位游手好闲的斋藤一。这话说的人良心都要痛起来了。阿龙却是龙马老婆没错，这边一口一个斋藤一，实在是……话说那不务正业的混子哪里好了？事到如今，即便阿龙确实有所隐瞒，但斋藤又怎会感受不到往日种种真心？何况斋藤，龙马也不愿再牵连旁人了。俺の本当の名は坂本龍馬なんだ。それって…至于另一个龙马，龙马再度想起了自己亲眼所见的那片烧伤。惊慌失措的阿龙根本无法理清这些尔虞我诈，但还是有一条线索：新选组的山崎征与另一个龙马也有往来。然而，对方已经先下手为强，将本来能多活2年才能斐然又至强至忠，如今却死得疑点重重、超级边缘的山崎征灭口了，并且艺高人胆大，案发现场就在新选组驻地内部。局长近藤勇召龙马密谈，表明眼下内战迫近。谁都没想到，本来打得要死要活的萨摩藩和长州藩，跟同生的龙马喝了一夜酒就摒弃前嫌结盟了。而另一个龙马有确切消息，这人正将大批量的外国武器转往萨长。2个龙马配合的天衣无缝，简直行进在同一条路线上。如今已经无法阻止战争之势了。
近藤需要龙马立即下定决心参与那个迁都计划，也就是火烧京都。停，一个两个怎么都只想着焦土恐袭？如果不能劝说萨长，那能不能劝说幕府将军呢？10年谁人都看得出幕府颓势难挽，萨长崛起，列强环伺，内外交困下，或许正是好时机，劝说将军将幕府政权归还与天皇。史称大政奉还。不去也行，大不了就火烧京都。在近藤勇的劝说下，龙马接下了潜入江户城，直接面见将军的请求。然而这一去，相当于怼到幕府脸上反目，自是凶险。龙马回到四田屋，向阿龙告别，而后闹着非要一起勇闯魔王城的冲田，带来了近藤勇倾尽全力玉成将军的亲笔书信。传中八策乃是坂本龙马在土佐参政后藤象二郎的支持下于船上拟定的8条建国方略。后藤及中冈等人皆有参与及重大影响，并且还有国事7条打底，与萨长同盟一样，并非一人之力。后由土佐藩主提交幕府将军。而同生的龙马吗和真岛的冲田，那副宛若目不识丁的样子，真是让人没眼看。在船上还得就近抓个秀才来翻译文言文。然后在近藤呕心沥血的策略下，加了一条人人平等，唯才是举，摇身一变就成了龙马留名青史的治国纲领，传中八策。改编不是乱编，细说不是胡说，你敢这么编，我都不敢这么讲啊。而后只剩将这件书交到将军手上了。带到了江户，说是潜入，只见俩莽汉正面就怼上去了，大炮开门。这四舍五入是进门之变吗？在池田屋事件后，萨长同盟前一再遭受致命打击的长州藩决议破釜沉舟，说是进京告御状，向天皇请愿撤销8187轻处分，实则武装上洛，纠集兵力，意图武力突破京都守护，直接尊王。一时打得昏天黑地，大炮不长眼，寓所大门也被崩到了，更有流弹飞进了宫墙内，简直大逆不道。长州藩就此被打为朝敌，后遭到多藩联合讨伐，同时还要与外国列强作战，内外夹击下，长州藩损失极其惨重。不过打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这也让眼观大局的龙马充分认识到，长州藩肯定还会再爬起来，若不着手让最强的萨摩藩和坚韧的长州藩联合，内耗将绵延无期。换言之，彼时的龙马意识到尊王倒幕之争百害无一利，当年的政敌吉田东洋惟愿公武合体的主张，细想起来是有其道理，只有和平统一能拯救这个国家。随后便有了萨长同盟，脱藩之身在此时也展现出了微妙的好处，龙马得以不背负任何势力立场，自由行动。而进门之变便是那个百害之一。当时最为惨痛的是京都的百姓，先是炮轰衍生的火灾，而后面对赶来救驾的萨摩藩、会津藩等，长州藩且战且退，为撤离一路放火掩护，守军为阻截其退路，也四处纵火，由此引发了可怕的原治大火，烈火熊熊，3日未熄，整个京都70%以上的建筑被烧毁，也使得本该保护皇都的幕府权威进一步滑落，失去民心。如此堂而皇之的武力进谏，端坐于魔王宝座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还以为同生的龙马是来取自己项上人头的。有说法，德川庆喜颇具剑术造诣，精通神道无念流，若不身为将军，也有能耐开道场了。不过这一战还是毫无悬念的由人中之龙铁拳收场。若阁下不讲道理，在下也略通拳脚是吧？将军接过传中八策，若有所思。待龙马和冲田回到京都，却见一片火海。虽然风水轮流转，这边被轰的是将军家，但原治大火还是在炮轰后烧起来了。只是放火的人变成了新选组，不止一人看到穿着浅葱色羽织的新选组在四处放火。话说回来，若真是原治大火，隶属京都守护会津藩下的新选组此时应该是在救火，个顶个的都是背锅侠。改编不是乱编，我都要燃尽了。忽然见回组冲出来拦住去路，要以纵火罪名抓捕新选组队长的2人。冲田断后，龙马前往近藤的藏身处一探究竟，
却意外撞见十番队原田佐之助等人竟然在趁机打家劫舍。放火是局长的命令，原田明确地说。说起来，斋藤初入队就获得副长土方等大佬偏爱，自视甚高的原田早就想找个机会干掉这家伙了，于是挑衅，不是一直在狗狗碎碎调查天念里心流吗？那何不来试试自己这个侍卫馆最强？随后便拔出枪来。大人，时代变了，不讲武德真是笑死，说的好像谁没有一样。有个有趣的译文，大致是龙马曾对一人说过，太刀太大，近身还是小太刀灵活。后来当这人带着小太刀见龙马时，龙马却拿出一把枪，以后是枪的时代了。而后当这人带着枪见龙马时，龙马又摸出国际法，言以后都要讲法律了。可见龙马此人不羁又先锋，非一般人可比。战败后倒下的原田自恃也是个劲敌，还想感慨一番，却见龙马转身就走。版本龙马的历史中不需要这样的宵小之辈。看来就算是侍卫馆派，原田也是外人，此时方知龙马。随后受食未到的原田便被火场坠落的残骸埋葬，自作孽不可活。龙马终于找到了局长近藤勇，但晚了一步，近藤倒在血泊中，眼看已不剩几口气了。堂堂人生郎老大近藤勇正面挨了一刀，却是连谁砍的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待对方传话，在寓所等着龙马。恐怕那就是另一个龙马，并且那人才是真正的放火主谋，意在趁乱谋害天皇，将罪名嫁祸到佐木的新选组头上，由此引发幕府与朝廷的全面战争。然而这场源之大火却是使保守的天皇更加担忧外面的世界了，反而愈发依赖幕府。为保住自己的心血，保住那些追随自己的同伴，近藤从怀里掏出一封染血的书信，塞进龙马手中，嘱托一定要交给副长土方。那是一生精于谋划的国士近藤勇最后的计策。至此，本来还能再活2年，直到最后都忠于幕府，而以反贼之身被斩首示众的近藤勇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等在寓所前的却是本该遭到枭首的人斩冈田以藏。龙马这会儿的心境或许是绝望，还掺杂着几分侥幸。原来另一个龙马是以藏，这个人早已迈入邪道，又极恨自己，冒名顶替，在背后干些缺德事，完全说得过去。也罢，这话连龙马自己都不信，还被以藏正面戳破。龙马过于软弱，就算事实早已明了，还不愿承认。武士就是另一个龙马，以藏不过只是听命行事。然而可悲可怜，冈田以藏此人也不过直到最后，与其说醒悟，不如说不得不承认，尽管终其一生愿为老师手中一把刀，老师武士却是从未交心于自己，甚至还嫌那把刀太脏。武士瑞山此人极其自律自尊，确实高洁有德行，然而却自带标杆准则，是阶级化的。有相当明确的各种事迹表明，武士自始至终都从未信任过以藏，还看不起其卑贱的出身和粗鄙的言行，不仅将以藏从秦王党名册中摘出，还在位高权重时刻意疏远。甚至于以藏被捕后，武士在信中写过，那个傻瓜早死早好。口忽大义的人往往最不在意别人怎么死，而对于这样的以藏，龙马是心有怜惜的。龙马之所以退出秦王党，便是因为与武士的本真冲突。虽然同为理想主义者，但武士的理想过于直接且纯粹，或者说狭隘。与其说是想推翻阶级，不如说想推翻的是压在自己头上的那个阶级。秦王党也不过是手段工具之一。龙马则遇到了老师盛海舟，理想得以落地，开始趋于现实。也因而，龙马曾多次试图将以藏带离武士身边，甚至还将以藏介绍给老师盛海舟当护卫。但是呢，武士一招手，以藏就又回去了，最终走向毁灭。那段曾给开国派的盛海舟当护卫的经历，也使以藏在党内处境愈发艰难，被唾弃为意志软弱、两面三刀的墙头草。在游戏里倒是颇具人望，而且另一个龙马这么一改，以藏也算至死都没背弃过武士了。但无论如何，就武士极端理想主义的状况来说，以藏这样的悲剧反而是一种可预见的、
必然的表象结果。盛海洲曾如此谈论乙藏其人，乙藏真是个恐怖的家伙，眼神就像猛兽一样，但是心却如孩子般纯真，实在是可怜。如此一看，从底层不择手段攀爬，撞南墙不回头，诱惑童生多少将其当成误入歧途的弟弟，由黑锦山来演绎乙藏，还是蛮不错的。翌日，龙马将队长宇之收好，又将近藤的手书端放于其上。这么重要的东西，不亲手交托吗？摆在新选组驻地大门前，欲不告而别，但被拦下了。尽管如今龙马已没有理由再待在新选组了，但双方当前利弊一致，于情于理都完全可以继续合作共进退。队长例会，乱世之下，新选组如今已不剩几个干部了。事已至此，局长不在，不如就让武力值最高的斋藤来当局长吧。毕竟新选组是实力至上主义。副长土方的话刚一出口，伊东派就差点蹦起来。哪有这种道理？局长被人砍死已经够丢人了，就算为了维护名声，也得找个德行兼具的人继任。伊东觉得自己就挺合适。然而话未了，土方等一众将置于身旁的刀抓了起来。自始至终，土方的发言里都只是说局长不在，伊东怎么知道局长已死？又如何补全砍死这个细节的？眼见4个人4把刀，要再度上演队内肃清。八番队藤堂平助突然向天开了一枪，任谁都没想到，侍卫管派的藤堂竟然站到了伊东一侧，分裂已无可避免。新选组和幕府一样，大势已去。伊东带着得意的笑容，将浅葱色羽枝甩在地上，同时还带走了八番队藤堂平助、五番队武田关柳斋以及大半队士。不过，这本身也在金藤局长最后的计策里。伊东居心叵测，此次一走，直接将隐患也全数带走，留下的都是忠心之人，岂非美事？至于侍卫管派元老藤堂，也是计策的一环。早在半年前，局长便指派与伊东于一个道馆休息过的藤堂主动向对方示好。换言之，藤堂是近藤专门安插过去的间谍。伊东甲子太郎早年修习水户学，本身就是相对尊王的知识分子，与八番队藤堂平助为北辰一刀流师兄弟。那时新选组才转正，急需文化人，藤堂便积极招募伊东，而伊东也因为才学兼备文武双全，备受局长近藤赏识，不仅得到了高于副长土方的参谋一职，还担任组内的文学师傅。然而终究还是与浪士组的草莽气息格格不入，脱离也并非临时起意。但亲眼见过山南静助脱逃自裁的惨剧，为避开那个脱逃者死的局中法度，伊东也只能徐徐图之。彼时恰逢上任天皇驾崩不久，伊东便通过自己的公卿人脉圈弄到个御林守卫一职，并说服近藤，此事是朝廷亲自下达的命令，不能不接，接下也能为新选组做外援，还可借此混入公架获取情报。而为维持表面和平安抚大局，再者也是伊东此人身为文化课老师，还具备相当的人格魅力，其尊王思想慢慢在亲睦的新选组内扩散，实在危险，不如合情合理的趁机驱离。近藤便破天荒批准了伊东的离队。是了，那时局长还没死。而后有意思的来了，实际同时跟着伊东一起走的队长，除了是卫管派的师兄弟藤堂、九番队的亲弟弟铃木，还有武力担当的三番队斋藤一。此前也说过，斋藤一虽不是侍卫管派，但绝对算得上近藤死忠，号称是卫管8杰的第9人。于是经由斋藤一传回的情报，最终决定了新选组第2次大肃清，有小路事件。伊东出走后，带着自己人另起了新组织御林卫士，不仅尊王，还频繁与新选组的敌人萨摩及常州往来，甚至有确切情报，伊东为倒幕，有意策划暗杀新选组局长近藤。这已经并非内部矛盾了，若不先下手为强，死的就是新选组了。后来便是新选组数十人埋伏于有小路，将喝醉的伊东击杀，以尸体为诱饵，围点打援，将御林卫士的核心力量全数剿灭。有说法，本来局长近藤念及同门情谊，
交代二番队永仓注意留守，将原八番队的藤堂放走吧。然而在混乱中，藤堂还是死在了不知情的对士刀下。藤堂的死也瓦解了侍卫管派剑客集团的神话，由此确实应了伊东所料，新选组跟着幕府一路下行，直至后来这一同事操戈也触发了因果报应的反噬。于内战期间，御林卫士残党一眼认出化名的近藤勇，进而将之抓捕斩首。另外在有小路中还有一位人物，御林卫士的服部，此人一人背靠墙壁，手持双刀，挡住了新选组数十人的围攻，直拼到刀断力竭，身中数十刀，最终倒下，也是留下了相当不得了的武勇传。而最终击杀此人的正是新选组十番队原田。在如龙维新里，原田这个侍卫管派四舍五入也成了叛徒，还打家劫舍，可以跟四番队松原坐一桌。可能是源于原田后来为身死战场，还当了马贼的传说。有小路可以说是斋藤一间谍履历的代表性事件，不仅完美的兼具时效性，取得了情报，归队时还把御林卫士的钱也一并捞回新选组了。但在游戏里又被移花接木，划到了真的跟着伊东走了的藤堂名下。或许这也可以当作近藤抱憾之余的妄念吧。对了，还有不怎么讨喜的五番队武田，早在有小路前半年就因接触萨摩被暗杀处决，编程投靠伊东跟着走了，倒是多活了挺久。而御林卫士在如龙维新里的去向也是相当神奇。根据藤堂带回来的消息，与伊东勾结的背后之人正是另一个龙马。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幕府将军非常积极地响应了那个要终结幕府统治的大政奉还，并很快地正式呈报了天皇，也就是幕府宣布要将政权归还天皇朝廷了。那么倒幕便不再有大义名分。急于推翻幕府的另一个龙马相当焦急，欲召集倒幕先锋萨摩和长州进行三方会谈，继而挑起萨长及朝廷联合的新政与幕府之间的战争。而已知其真身的斋藤龙马进一步推断，当双方斗得两败俱伤时，躲在背后的秦王党便会跳出来坐收渔利吧。不过萨长也不是省油的灯，此时人均800个心眼子，哪这么容易召之即来？因而策动集会的任务就交由能自由行动的御林卫士去做了，大约相当于伊东的投名状了。另一个龙马自身则躲在暗处，直到集会的那一日，恐怕都难觅其踪。那么何不将计就计，推一把促成这个集会，守株待兔另一个龙马的出现？成就萨长同盟的这边的龙马自然有把握说服萨长出席，但是如今满大街都是伊东的御林卫士，三番队队长实在难以掩人耳目的亲自上门。间谍藤堂和尚能以浪人身份活动的中冈，决意担当搭桥萨长的联络人。至于集会场地，则定在了四田屋老板娘清近家才建造的新店晋江屋。大火焚城是一方面，此前新选组在四田屋为抓另一个龙马大开杀戒，出过事的旅店自然也没什么生意了，于是便有了这座晋江屋。彼时民间已被搅得难堪重负，以多个支线渲染的那个滑稽又诡异的有何不可运动，便是社会秩序失衡的体现。大政奉还期间，兴许是萨长有意渲染谋划，传言有异象，神符凭空而降，那是天要大变的迹象。民众间的恐慌被引燃，店铺关门，工厂停工，平日老实本分的普通百姓在无心工作，涌上街头，甚至闯进富人家随意吃喝，趁火打劫。因无望催生出的虚无主义狂欢裹挟了每一个人，人们故意一伏而行，一边扭动身体跳着混沌的舞蹈，一边呼喝着精神污染的号子，反正要完蛋了，还有什么不能做的？有何不可？有何不可？如今老板娘会主动提出要将这座寄予全部身家的新店贡献出来，给那场注定会陷入争斗的集会。烧吧，打吧，随便任君处置，只为龙马能结束这一切，让京都的百姓不再日日不安，夜不能寐。中冈自土佐归来，同时还带来了能坐实另一个龙马身份的物证，那是使用了西洋最新技术才得以获取到的版本龙马的相片。这里是真的笑出声了。没错，相片上正是龙马所熟知的兄弟武士那张脸。此时的萨长有跟朝廷平起平坐的地位，想见首领何其艰难。中冈便准备以这张相片做理由，引起见过另一个龙马的萨摩西乡的注意，
进而得到对话机会。至于常州那边，龙马将桂小五郎的秘密据点告诉藤堂，这样一来便可以联系上了。但要如何瞒过伊东，只能藤堂自己多加小心了。话说，不是说伊东的任务就是要说服萨长参会吗？编点说辞把火揽自己头上不行吗？果然，转头就出事了。伊东一派也并非对侍卫馆出身的藤堂全然放心，武田始终盯着藤堂，最终在贵的店里成功偷袭。藤堂带着致命伤，踉踉跄跄，血洒一路，终于将消息传递给龙马，便倒下了。武田一直在店里等着，以为藤堂会引来土方副长，却见是龙马斋藤之身前来。不过谁来都行，能搭上线就可以。武田其实对伊东也没多忠诚，那个神秘的另一个龙马也不见得多可靠。武田再三思量，觉着还不如跨过伊东，直接投奔如今兵强马壮的常州藩，只要能保住自己就行了。想投靠人家，还杀了能拿来牵线的细作，这一出是在搞啥啊？强行作死吗？这台词要瞎了。有说法，武田好男色，阿波也演得好。武田倒是明白人，知道平剑术定然不比斋藤，直接持双枪对阵。话说外人就是外人，这会儿武田都还不知道斋藤的真身。最终为了不打草惊蛇，藤堂的尸身被放置于武田一侧，整个现场被伪装成御林卫士的藤堂与武田，再由小路遭遇新选组袭击。而后时间回溯穿越到3天前，便是最后的晋江屋事件。当时的前因后果与游戏表述大相径庭，实际情况要从盛海洲说起了。牧尘盛海洲早前曾创建海军操练所，招收了不少龙马那样的脱番浪士做学生，由此被怀疑是在用公费培养反目势力。进门之变后遭到解职软禁，谪居2年后才又复职。那时将龙马引荐给萨摩，便是有意将学生托付于好友西乡。随后龙马便在钱多多的萨摩的投资下，开始了一系列创业活动。四田屋遭袭后，脱番罪人的龙马也藏身于萨摩，而非土佐。大政奉还期间，也经常出入萨摩藩邸，并一直与萨长贸易往来。抛开当时为避免内战，说服萨长接受政权和平交接，实在焦头烂额以外不谈，龙马应该不至于有绞尽脑汁要见萨长一面这种情况。至于这么编的原因，可能就是要将另一个龙马从发国难财的贸易商往穷极手段挑起战争的狂热分子上推了吧。实际上晋江屋当时的情况也并非是为了三方会谈，是龙马与中冈等同志就大政奉还后的走向商讨时遭遇了袭击，前后发生极其短促，数名刺客借口登门后大喊了一声逆贼，便立即动手，再无废话。坂本龙马遭遇精准突袭，直接被砍中头部，2-3刀下去，当晚便命绝于此，时年31岁。生卒同日，以传奇的方式结束了短暂但波澜壮阔的一生。同治中冈慎太郎体魄强健过人，传闻28刀未死，但也只是多坚持了2日，随之逝去，得年30岁。由此可见，此次暗杀行动不仅计划周密，执行也是训练有素。是谁杀了坂本龙马？由于没能当场捉到刺客，也就没有确切定论。后来相对达成公论的见地是，刺杀坂本龙马的乃是京都剑回组的佐佐木。理由很简单，龙马本就是倒幕逆贼，促成幕府失权，那亲幕派自然具备最大的动机，并且能自由在京都各处行动，快速定位到谨慎的龙马人等，无非就是京都守卫、新选组或剑回组。一开始也的确认定是新选组所为，因为现场留有一个十番队原田所属流派的刀鞘。但新选组杀人后，多会大张旗鼓地展示宣扬，以震慑敌人，更别提以原田火爆的性格会如何行事了。而那场刺杀迅捷、高效、低调，事后便消失于黑夜中，更像是剑回组颇为自持的风格。于日后被捕的新选组局长近藤受审时，也是坚决否认此事，刀鞘实未构陷。而另一边，后来却有原剑回组成员供认了参与刺杀，这也成了当前最强的孤证。然而更加令人胆寒的是，这场谋杀可能并非只是一场单纯的讨伐。那时的萨长顺风局正盛，是决意武力倒幕以绝后患的，而龙马的主张是无血开城，周旋于幕府与萨长之间，
致力于和平过渡。所谓和平交接，那正应了幕府将军德川的心意。德川庆喜是水户出身，换言之，是一位有着尊王思想的幕府将军。这或许也是在无力支撑摇摇欲坠的幕府后，能迅速转换思路，接受大政奉还的主要原因。但这并非是真的完全放弃权力，放弃德川家，而是一种战略性撤退。只要同意归还政权，那势不可挡的萨长就会失去大义，不得不紧急刹车。而朝廷几百年来都没有直接管理国家的经验，必然还是要靠德川家出人出力。传中八策指出，要搞议会制，那么只要和平交接，地位最高的德川家仍能保留政治地位，自然而然地进入新政体，甚至极高概率出任首相。这个国家就还是德川家的，而这绝非是萨长希望看到的。萨长想要的是一个彻底铲除德川、由萨长主导的新国家。因此，对于彼时的萨长，坚持和平方案的龙马也是一种阻碍。一方是饰演佐木的杀手，一方则是激进反目的萨长。双方在除掉龙马这件事上，突然达成了诡谲的默契。至此，坂本龙马的故事结束了。同生的龙马身披新选组羽织，以斋藤的身份闯入近江屋2楼时，正应的是这样一幕。新选组冲进来，一刀劈死了救国英雄坂本龙马，随后重伤中冈。斋藤立刻俯下身来查看中冈的伤势，但已然生机衰弱。剑回组的佐木在窗边狞笑着，看着眼前的戏剧，一切都如既定事实般顺流直下。本该在场的萨摩藩西乡和长州藩贵已在剑回组包围前便逃了出去，不见踪影。此时龙马才注意到，刚才被自己一刀砍倒的家伙穿着绣有坂本家纹的衣服，是谁？黑暗中渗出一个人影，佐木与伊东随侍两侧，一道闪电划过，露出一张衰老的令人难以辨认的脸。这真的是武士半平太吗？操太多心，确实老得快啊！只看这张脸，就不難想象武士这些日子过得如何。不惜如此损耗自身，也要取代龙马，但也到此结束了。今日ここ大宮で坂本龍馬という男が死んだ。坂本龍馬の伝説は幕を閉じたんだ。脚步声渐起，新选组的支援要到了。这个抛弃了武士半平太之名，又杀死了坂本龙马的人，转身离去。如果想知道真相，就去土佐吧。看着颓然倒地的斋藤，土方知道人又跑了。这斋藤武力值是不低，但任务成功率也实在是不高。永仓扳着倒在地上的人脸，看了又看，根本不是相片里的人。虽然，但是还是有几分像的。风波过后，安葬牺牲的队友，同生的龙马，如今就只剩斋藤一了。斋藤一时不知该何去何从。土佐是肯定要去的，可是土佐本就与斋藤是割裂的，两个人生突然交织又断开，如幻影般虚虚实实，令斋藤感到脚步飘摇。但阿龙经冲田大哥提醒，斋藤才突然醒悟，自己在这世间并不是毫无一物，阿龙是真实的。无论姓甚名谁，留存于那女子心中的是自己这个人本身，那份情感毫不掺假，成了斋藤立于此事的锚点。此去生死难料，却既是一切的开端，亦是一切的终点。土方、冲田、永仓与斋藤一起登上了前往土佐的船。眼见土佐已被打造的宛若超级要塞，当真是没了丁点熟悉的样子。京都守卫剑回组还有伊东的御林卫士已然成了土佐藩的私兵，连西洋的军火商出于利益考量，都变成了土佐的护卫。原来在此间，坂本龙马死后，和平交接变得更加难以推进。仅不足1月，决议将德川幕府就地摁死的萨摩、长州那会儿名义上还是朝敌，不太方便进京，但四舍五入还是萨长联合公家强行发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不仅正式废除了征夷大将军一职，还要求德川家上交所有的领地和财产，若德川不从，便是违抗亡命。被逼入绝境的德川集结重兵向京都挺进，自此开始了该国近代最大内战——戊辰战争。国家就此一分为二，
一方是萨长新政体，却还固守着腐朽的老一套，就算推翻幕府，也不过是旧时代的残渣；另一方是气数已尽的幕府余孽，徒劳挣扎。而此时横空出世的，便是在另一个龙马的带领下，着眼于世界，与时俱进的土佐藩。另一个龙马此前创建的公司，一直与外国贸易商有军火交易，掌握着时代的力量。无论怎么看，萨长都毫无胜算，或者说，那些所谓武士已经被世界抛弃了。忧国的龙马自认看得比谁都要清楚，也因而当年的武士完全无法接受东洋老爹竟然以龙马的剑术当首席，难道不是正合适吗？老爹竟然要将自己倾尽心血打造的秦王党交给满脑子都只有剑术的龙马，让天真的龙马来做盟主，这又如何不死呢？不破不立，成就大业必然伴随牺牲。直至今日，武士也对此毫不怀疑，亦没有任何动摇。老爹会看重龙马，也并不意外，这两个人实在是太像了，都只想着和平演变。这样下去，老爹也不过是大业的阻碍罢了。于是，武士向水户藩的杀手秦泽压委托除掉土佐藩参政吉田东洋，以坂本龙马之名，武士此人就以死谢罪吧。往后自己将成为坂本龙马，如老爹所期望的，让坂本龙马成为引领这个国家的力量。至于化名斋藤一的龙马，迟早也会听说那个不计一切代价的另一个龙马吧。到时就算无心大业，也不得不做出行动。那么接下来，坂本龙马此人到底何种行为是正确的，就交给时代来评价吧。然而没想到的是，尽管是被推动着，同生的龙马却真的促成了大政奉还。和平演变并不是仅存于理想的镜花水月，武士不禁开始自我怀疑，正确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但是事到如今，已经无法回头了。同生的龙马仍然是那个同生，完全没有什么大不大业那些复杂的概念，光是想着保护身边的人，就已经耗尽全力了。然而，一个好的时代，就是要建立在这种最朴实的情感之上吧。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一个人连身边的人都不爱，却标榜自己爱他人，乃至爱家国天下，何其虚伪！是啊，的确正如龙马所说，武士曾拜托常州的贵多照应龙马，那又何尝不是出自心中的兄弟情谊，那亦是有爱的。但是经过往昔种种，武士也并非没有想明白，能改变时代的人，确实不是自己这样的人。立志打破阶级，最终却阶级霸权，屠龙者终成恶龙。武士此人手握以藏这把刀，排除异己杀人无数，确实冷酷残忍。但旁人及后世对其德行的一致评价，却不难看出，武士并非真的有意成为恶龙，而是那个时代并不罕见的被逼入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当一个纯粹之人认定唯有鲜血才能洗净旧时代，将灵魂出卖给恶魔，不过是在殉道罢了。然而，这世界还是存在真正的恶的，武士便亲眼见过这样的恶。土佐藩主山内荣堂眼见国家无望，识时务者为俊杰，私下利用另一个龙马和盛海州，与外国列强搭上线，待到萨长和幕府打得两败俱伤，有洋人支援的土佐来收拾残局。至于国家嘛，土地就在这里，怎么能算消亡呢？届时自己还能成为新殖民地的国王，除此以外皆是下等人，这又怎么不算是打破阶级制度呢？一个新时代要来临了，搁这儿放什么洋屁呢？眼见同生的龙马要上前，土佐藩主毫不犹豫地开枪，但龙马宛若战神附体，硬是扛着子弹走到了卖国贼跟前。新选组其他杀神也相继赶到，没什么战斗力的藩主大惊失色。安心しろ。一人で行けとは言わない。私たちも地獄までお供しよう。有幕末亡灵之称的土方，确实最为有资格说这话。无论是注定要被淘汰的新选组，还是眼望天守的贵族老爷，都将成为旧时代的灰烬。此后，副长土方岁三战至新选组最后一人，于函馆发动最后的冲锋，欣然接受落幕，与那个时代一同死去。この国の未来は
今はまだ顔も見たこともねえ、声を聞いたこともねえ兄弟たちがきっと作ってくれる。一緒にあの世で日本の夜明けを見ようじゃねえか、陽動さん。やめるんだ、やめるんだ、龍馬！日本の兄弟たちよ、また会いたじゃ。再会了。时代的洪流不会停歇，人们被推着向前，往远方，更远方，冲破腐朽的旧秩序，迈向新的黎明。维新终将到来。仿若弥合自己走过的路一般，最终那日在土佐的人们决定掩埋一切秘密。世间不再有坂本龙马，亦没有武士半平太，那个已死之人自此成为土佐藩主山内荣堂，为开创新时代尽心尽力。末了急流勇退，在废除阶级的新政下和平放权，隐居余生。本应与龙马一同陨落的中冈慎太郎幸存了下来，化名坂崎子兰，编写了最早的坂本龙马传记。斋藤一，哇，这么鬼扯我真的很难讲，还是坂本龙马吧。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诺言，回到了妻子阿龙身边。后记终于讲完了，不得不说整体改编的虽然很有意思，但把整个幕末维新描绘的确实是过于浅薄了。个人自认为对改编和细说的包容度是相当高的，因而玩的时候也是纯粹的乐在其中。像是那段由秦泽一派顶替了冲田等人的反转，隐约有一股寻秦记的气息，作为爆点来说就觉得很有趣。但乐归乐，也是忍不住啧舌。那个时代，那些实际发生的事件节奏之快之密集，相互间都有因果联系，实在不该用那样肤浅的桥段细说过去。如果能进一步丰满脚本就好了。不过好的部分还是好的，龙祖塑造的整个音画环境以及部分角色的扮相和演绎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如由东城会武力值最高的三人童生、真岛、护岛演绎新选组三大剑客，契合度也是有的，因而套入实际情节也是赏心悦目。至于极化嘛，一言难尽，不赘述了。最后的最后，还是以真实的历史结尾吧。坂本龙马死后，其毕生所追求的和平构想还是化成了泡影。长达1年的内战让整个国家陷入疲倦，而新政急进的改革政策引发了更深层的震动。萨摩走向分裂，西乡隆盛没能享受到好友龙马勾画的新时代盛景，因无法接受武士阶级被彻底抛弃，再度掀起战争，以最后的武士之姿战死。常州桂小五郎改名为木户孝允，于战争期间心力交瘁而辞世。常州则气势如虹，终于如愿大权在握，却由于极端专政及那份激进的本质，为日后军国主义的失控埋下隐患。土佐作为大政奉还名义上的推手，山内荣堂安然加入新政体，却被废藩置县终结了一方统治，失去权力也再没了心气儿，余生沉溺于酒色，自号京海醉侯，不到半百便离世了。一生通透练达的盛海洲，最终成就了学生龙马期盼的无血开城，保全了江户百姓。战后积极投身于新政府的建设，同时不忘安置旧部，庇护德川庆喜，成为立于时代之间的守门人。盛海洲晚年曾如此评价这段历史：幕府确实倒了，但代替他的却是一群只知道争权夺利的新官僚。黎明确实来了，但空气中依然带着血腥味。还有最后2位活化石，斋藤一在战后改名藤田五郎，加入了新政府，活到了20世纪的大正时代，对过往保持缄默，直到去世后家人整理旧物才公布真身，非常有其风格。
永仓辛巴也是活到了大正，与斋藤一同年离世，甚至看到了有关自己的电影，并留下回忆录成为重要史料，是真正走过了旧时代，又充分感受了新气息的人。谢谢观看。